电影大片，真正的王一博的肉身坐在里面，22个刁钻弯道，暴雨积水，前一天还因为无人机干扰被迫取消上车练习，这种几乎是叠满负面 buff 的情况下，上午跑出排名第2的好成绩，这种练习赛很正常。这样还有黑子黑他说你技术烂呐，好想说一句你行你上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，他已经上演了多少惊险大片了？关键是王一博，你怎么可以要强牛成这样？第一次撞完换车再跑上去的时候，就示范了一个年度最佳教科书式的救车操作。调转一个急弯的时候，就吊着油门，然后利用赛道的宽度和牵引抓地力，让他转弯的出去的一瞬间刚好停住，太牛了！这是解说说的。他说后面换了的16号就非常有经验，参赛一个人的运动和平衡感知怎么可以牛成这样？第一次去那个攀岩，单独能开一条线出来，他冰川也是。这就是藏在骨子里擅长的基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的教育要拒绝取长补短，专打长放弃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实话，他赛车冲出去那一刻，懂行的人说这才是职业赛场的常态，这太正常，真的是有什么可黑的？但是上面后看了这个解说才明白，这种立刻能将赛后指点理论转化为实战能力的人，你不要说新人，很多老车手都未必能做到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解说书的关窍在于，如果你的刹车没有踩死，等于就抓回了转向权；如果你踩死了，当你往左边拐弯的时候，全力制动就会彻底的失去转向的能力。王一博选择保持部分制动，然后就可以用方向盘留出纠偏空间，吊着油门维持抓地力，就用残余的抓地力引导车头的指向。而且在这同时，他得看清后方有没有来车。你要说之前发生那么多糟心事儿，2次上赛场的人，这种空间计算能力绝对是顶尖车手才具备的，难怪多方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和所有观看的观众看到从他冲出赛道，然后立刻换车冲上高光时刻，这种转折比一帆风顺的更让人踏实。人体体育的精彩本来就在于人类如何与意外周旋，赛车运动的荣耀从来不在有不失控的伪安全区，而在于与失控共持，依然能找回节奏。所以当粉色赛车最终稳住轨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弯道救赎，更是一个职业车手的灵魂质感。肖战代言飞利浦的声量结果已经出来了啊，仍然是让业内觉得震惊和不可思议的程度，又一次把品牌带飞。那围绕肖战一直离不开一个词，那就是流量。那正面的报道的话，就是说它的商务价值高啊，带来的作品的效应反馈以及回报好，对吧？那还有另一面的话，就是针对他本人以及作品的诋毁，比如说他是流量明星，他出演的电影是粉丝电影等等。那我们该怎么看待流量这个词呢？我跟你说，造谣、诋毁、贬低流量的人，那就是都不懂呢，这没文化呢。那什么是流量呢？流量跟投票一样，它代表着一种选择，是公众愿意把时间、精力、金钱、情绪集中到一部剧、一件事、一个场面、一个角色、一个人身上的一种选择。我小的时候看电视，那个时候媒体是如何形容一部电视剧的火爆呢？会用到一个词叫万人空巷。因为小的时候大家都住平房，邻里之间吃饭、聊天、游戏啊什么的，不知道打个牌都是在巷子里进行。但当一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回到自己家里看电视，所以会出现万人空巷这个场面。所以说万人空巷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有年代感的对流量的描述，只不过我们现在看电视的屏幕太多了，有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、电视机、投影仪、闺蜜机等等等等，是一个多屏的时代。再加上互联网的发展，观众的选择变得可视化、可类型化、可追踪化，于是就诞生了一个词叫流量。所以流量跟万人空巷，它万变不离其宗，形容的就是观众的选择，尤其是所有观众做同一种选择的时候啊，这个事儿、这个人他就有流量。如果现在再有人啊站出来说肖战就是个流量明星，我们所有粉丝都应该骄傲，因为他身上的流量代表了我们这么多人的选择。你就是在线上分住我们的口，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下人形立牌巡演的活动，或者是8秒红海来展示我们的选择。肖战和他的粉丝小飞侠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其实他身上的高流量重新定义了，或者说是丰富了流量的含义。我不认为所有人会认同我的观点，但是我要喊出我的观点，那就是肖战身上的高流量也代表着一种能量的流动，它不是单向的，不是说粉丝倾注了所有的注意力在他身上，而是双向的流动。肖战也在用他的流量回馈给粉丝更多。
就拿肖战身上的商务价值来说，他这么多年代言过差的产品吗？315这么多年曝光过一例是吧？是他代言的产品出过问题吗？没有。我们粉丝在他代言官宣的当天，或者是他做直播的当天去买东西，能省下很多钱，而且品牌方会赠给非常多的周边。肖战用他超高的流量，小飞侠用他们惊人的购买力，其实重塑了非常多细分制造业行业的格局，促进了良币驱逐劣币，这本身也是一种回馈社会。我们常说文变染乎世情，心肺系乎时序。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巨星。改革开放没多久，世界因中国的武侠电影、武打明星看向东方。那现在随着我们国力日强，文化日新，世界通过肖战这样的东方面孔，看到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文娱产业的繁荣。我们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感到骄傲。所以今后如果有人继续诋毁肖战身上的流量，诋毁他的作品，诋毁他的粉丝的话，我们这些有立场的人就只会战斗到底，直到胜利为止。经常有虾虾给我留言让我教他怎么怼人，还有人给我私信希望肖战向我学习。咋说呢？有些个小飞侠那嘴笨的跟正主一样的，你吵架都不会，人嘴长脸上干嘛的呀？我还是不在会议室变态了，想起了内屋有监控，来老总办公室。先教大家几个入门级的怼人法则。第一个叫太奶法则，如果你看见黑子，你不管他罚什么，直接来一句你太奶坟上缺公粮了，让你来赚这个几毛钱，赚钱购买纸钱不？购买纸钱烧不？你要牢记，怼人的第一要义、第一目标不是为了自证，而是为了气死对方，只要把对方气死你就赢了。太奶法则还可以用于你日常生活中怼人，比如说你开车看到一个人开太飙，你怎么怼他？直接怼他，你上赶着见太奶那么急。如果你婆婆抱怨，我们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媳妇儿，你怎么怼她？那你们家太奶坟上缺公粮了呀。太奶法则大家记住了吗？我的课程都是在网上免费公开的，凡是跟我学怼人的都是我的开门弟子。有虾虾说我是虾圈出了名的不好惹，最近黑子都不来找我了，我独孤求败呀。但是虾圈还有这么多姐妹不会怼人怎么办？我就只能广收门徒。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做全网最会怼人的宗师型人物吃互联网这碗饭，咱的人设必须得丰富，祝我成功吧！都来支持姐一下。姐会把姐这么多年干架的心得编纂成一个秘籍，交给我所有的开门弟子。